少，这些都给你了。听说现在金价特别贵，回收价都不低于1000块。这些如果都是真的，那加起来至少得有50克吧？那不就是5万多块钱？丧彪，这些真的都给我了吗？这太贵重了！别啰嗦了，我丧彪向来说话算数，这些破铜烂铁在我窝里占地方，你拿走正好。好嘞，好丧彪，谢谢你的大礼，以后你的伙食费我全包了。猫罐头管够，走，跟妈妈回家。谁要跟你回家？放开老子！本大王拥有自由的灵魂，才不要当家养宠物。反对无效，你可是我的大功臣，怎么能让你继续风餐露宿呢？走吧。你好。进城打工3年，1分钱没攒到，要是还赚不到钱，我就只能回孙嫁给傻子了。可是只靠发传单也赚不到什么钱，老天爷啊，赐我一个能赚钱的金手指吧！不好意思，请问你们宠物医院能治疗宠物蛇吗？人类，快救救本大王！谁在说话？是你在说话吗？对，救了我，本大王必有重谢。我竟然能听懂动物说话了。是经常喂咱们的那只两脚兽，我吃虫子，肥肥的虫子。喵，叽叽喳喳的真烦人，愚蠢的两脚兽，今天我要吃肉罐罐。不是幻觉，我居然真的能听懂小动物说话了。周医生，我的宠物是阿舍，都1个多月没进食了。您是市里最有名的宠物医生，求您一定要救救阿舍。哎呦，好痛啊！李小姐，我刚才已经全面检查过了，您的宠物蛇一切正常，它就是单纯的没胃口。哼，本大王明明是因为上个月吃鱼肉，鱼刺扎到嘴巴才吃不下饭的。这个笨蛋医生根本不会给蛇看病，原来是被鱼刺扎到了。可是阿舍以前胃口很好的，周医生，你再看看吧，只要能让他正常吃饭，我马上奉上2万块钱的感谢费。2万块？我得发多久的传单啊？这个赚钱的机会，我可不能错过。李小姐，这不是钱的事儿。我这么有名的医生，我说他没病，他就是没病。既然信不过我，那就请回吧。好吧，谢谢周医生。两脚兽别走，再给我看看吧，我快饿扁了。李小姐，请稍等，我能治好阿舍。哼，林希薇，你一个发传单的，你懂什么看病？要是砸了我的招牌，我跟你没完。阿舍，你嘴巴里面疼，具体是哪里疼？林希薇，你是不是发传单发傻了？竟然对着一条蛇讲话！我的上颚痛，那个笨医生拿个亮亮的管子照来照去，根本没照对地方。李小姐，阿舍的上颚有异物卡住，可能是你上个月喂他吃鱼的鱼刺，就是这个原因，阿舍才吃不下东西。胡说！我刚刚都检查过了，什么都没有。林希薇，你少在这里不懂装懂，赶紧出去发你的传单去。等等，上个月我确实喂阿舍吃了鱼肉，我相信你说的。周医生，麻烦再为阿舍检查一下，费用我会承担。既然你们都信不过我，林希薇，我们就打个赌，要是蛇嘴里有东西，我给你1万块；要是没有，你就给我收拾东西滚蛋。好。鞋，这里好像真的有个反光点，还真有东西啊！就是这个，扎得我疼死了，现在舒服多了。我看你是瞎猫撞见死耗子，碰巧猜对了吧？周医生，你刚刚说的话还算数吗？不就是1万块钱，我给得起。你去找财务打给你吧。既然找到原因了，那我给阿舍上点消炎止痛的药，应该很快就能恢复食欲了。太谢谢你了，林小姐，我现在就给你感谢费。林小姐，这是1000块钱现金，剩下的1.9万，我等会儿就在手机上转给你。那就谢谢李小姐了。李小姐，麻烦你跟我一起去取药。小林，你先照看一下阿舍。两脚兽，看在你帮我治好嘴巴的份上，我告诉你个能让你赚到钱的秘密。阿舍这么厉害呢？有什么赚钱的秘密啊？在东湖公园里，我有一位名叫丧彪的白猫朋友，他那里有不少你们人类丢失的亮晶晶的，据说挺值钱的东西。亮晶晶的，很值钱的东西。阿舍，你说的不会是钻石或黄金吧？具体我也不清楚，你去看看就知道了。不过
过我得提醒你，丧彪被人遗弃过，所以他现在不怎么亲人，你可不要吓到他了。阿舍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带足猫罐头再去找你朋友的。算你聪明。丧彪，丧彪你在吗？丧彪，都快把公园找遍了，还是没见到丧彪。看来今天是碰不上了。公园里肯定还有其他挨饿的小家伙，把这些罐头猫条喂给他们吧，省得浪费。好痛！放我吧！不好，住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快跑！跑啊！跑啊！你没事吧？又来了一个！你们这些可恶的两脚兽，没有一个是好东西，离我远点儿！你别害怕，我不是坏人，我只是想问一下，你认识丧彪吗？本咪咪大王就是丧彪，原来你就是丧彪啊！是阿舍让我来找你的。丧彪，你看，我还给你带了好吃的猫罐头，可香了。哈，想用吃的骗我丧彪今天就是饿死，我也真香，真好吃。丧彪，你的腿受伤了，我帮你包扎一下，不处理伤口会发炎的。丧彪，今天我还真来对了，要不这伤口感染，你可要遭大罪了。你这两脚兽倒是个好人，知恩图报的道理我懂。你帮我赶走了坏崽子，治好了伤，还给我好吃的，我会报答你的。跟我来。喏，就在这儿了。这里竟然有黄金！哼，你们两脚兽不是最喜欢这些亮晶晶的玩意儿了吗？我可是捡了不少，这些都给你了。听说现在金价特别贵，回收价都不低于1000块。这些如果都是真的，那加起来至少得有50克吧？那不就是5万多块钱？丧彪，这些真的都给我了吗？这太贵重了！别啰嗦了，我丧彪向来说话算数，这些破铜烂铁在我窝里占地方，你拿走正好。好嘞。好丧彪，谢谢你的大礼，以后你的伙食费我全包了，猫罐头管够，走，跟妈妈回家。谁要跟你回家？放开老子！本大王拥有自由的灵魂，才不要当家养宠物。反对无效，你可是我的大功臣，怎么能让你继续风餐露宿呢？走吧。你好，老板。老板，麻烦您看看这些能回收多少钱？这些全都是足金的，成色挺好。今天黄金回收的价格是每克1100元，手镯29克，项链48克，这个戒指10克，加起来一共是87克。87克，比我预估的多了将近1倍。87乘1100元，总共是95700元。小姐，这些确定都要回收吗？回收。好的，请把收款码出示一下。到账95700元。谢谢老板。有了这笔钱，我就不用担心嫁给村里的傻子了，甚至以后我还能靠着听小动物说话赚更多的钱，实现财富自由。丧彪，现在妈妈有钱了，等会儿带你去买冻干、猫砂还有猫爬架，好吗？哼，幼稚的两脚兽。这个牛肉味的，还有那个小鱼干，本大王通通都要。好好好，都给你买。翠果，你到底想吃什么啊？你告诉我行吗？我求求你吃点东西吧，你再不进食就要饿死了，翠果。老板，你这里有什么鹦鹉能吃的？我都买了，我的鹦鹉翠果已经绝食3天了，只要能让它吃东西，我额外再给你2万块的感谢费。不吃，就是不吃，坚决不吃！不把我老婆还给我，我就饿死我自己！竟然要自己把自己饿死，真是只蠢鸟！老婆？难道是这位卢小姐把翠果的伴侣送走了？可是看她哭得这么伤心，对翠果这么上心，不像是会做这种事的人啊！唉，终究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，况且还有2万块感谢费。卢小姐，能让我看看你的鹦鹉吗？你懂鹦鹉啊？我可以试一试。卢小姐，你们家最近是不是养了其他宠物？又或者近期有没有宠物离世？没有啊，我家只有翠果一只宠物。撒谎！
这姑娘肯定是把宠物给养死了，没说实话。这鸟一直在说撒谎撒谎。我没有啊，我家只有它一个宠物，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说我撒谎。哎呀，事情还没弄清楚，大家先安静一下。翠果，你先别着急，你跟我说说，你为什么说卢小姐在撒谎呢？她把我翠花送走了，她还不承认。翠花是谁？翠花是我老婆，我们是情侣名。她长得特别漂亮，眼睛大大的，和我一样都是绿色的。3年前，坏主人趁我睡着时把翠花送走了，到现在翠花还没回来。翠花，你快回来吧，没有你我也不想活了。卢小姐，你家最近有没有别的宠物跟翠果长得很像？绿色的，眼睛大大的，你3天前刚把它送走。没有，我真的没有养过别的宠物，我家连一只蚊子都没有，只有翠果一个。看卢小姐的反应，确实不像在说谎。那翠果为什么会这么说呢？鸟，喂，春鸟。干嘛臭毛？看你这笨头笨脑的样子，不像有鸟能看上你啊！你老婆不会是你幻想出来的吧？翠花才不是假的，我和翠花每天一起吃饭晒太阳，一起在笼子里睡觉，感情可好了。虽然翠花不会说话，但她浑身软软的，抱着可舒服了。不会说话，浑身软软的，难道翠花根本不是活物？卢小姐，你家最近有没有什么东西被送走了？可能不是活物，跟翠果长得很像，也是绿色的，软软的。绿色的，软软的，跟翠果长得很像。应该是那个绿色的毛绒公仔。对，那就是我老婆。坏主人，快把我老婆还给我！好心梁教授，你快让我主人把翠花还给我吧，求求你了，别让他再拆散我们这对有情人了。不是吧，翠花只是玩偶，你是一只鸟哎，你俩都不是一个物种，这样还能谈恋爱？要你管，我和翠花都是真爱，感情的事你这个单身猫懂什么啊？卢小姐，很有可能翠果就是因为那只鹦鹉玩偶不见了，才选择闹绝食的啊？不是，可那就是个玩偶，翠果找他干什么？翠果很有可能把那只鹦鹉玩偶当成他的伴侣，他们只要一认定伴侣的话，就会投入全部的感情，终生相伴，形影不离。你把他的玩偶弄走了，在翠果的眼里，就是你把他们强行拆散了，所以啊，翠果才会闹绝食来反抗。哎呀，原来是这样啊，我怎么没有想到呢？翠果或许要亲眼看到那个鹦鹉玩偶回来，才愿意进食。卢小姐，那个鹦鹉玩偶还能找回来吗？啊，能，我3年前把它放到干洗店了。我当时看那个玩偶脏了，翠果又非常喜欢，然后我就趁它睡着了放到干洗店了。后来翠果就开始不吃东西了，我就着急找医生，就把这事给忘了。哎，干洗店就在隔壁街，我现在就去取。李小姐，能不能麻烦你先帮我照看一下，我稍后就回来。好。这下好了，翠果终于可以进食了。善良的梁教授，谢谢你帮我找回了老婆。作为回报，我愿意告诉你一个秘密。北山公园里有一棵很大很大的老槐树，树下埋着一个铁盒子，里面似乎装的是你们人类说的古董。古董？我回来了，嗨，找到了。翠果，你快看谁来了？翠果，翠花，我的翠花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好想你啊！李小姐，我把感谢费转给你，谢谢你让翠果愿意吃饭了。好的。到账2万元。听懂动物说话后，赚钱还真是轻松啊。地方是小了点儿，不过还算干净，够本大王住了。饿了吧？来尝尝这个三文鱼罐头。哎，这味道还算凑合。明天记得给我加条新鲜的小鱼干。好，知道了。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，本大王就勉强认你当主人好了。不过你得记住，我丧彪最恨被抛弃。你要是敢把我扔了，我一定把你所有的鞋子都咬烂。丧彪，你放心吧，我绝对不会抛弃你的，我发誓。算你识相。唉，我现在虽然有了些积蓄，但是想在城里扎根买房，过上好日子，我这些钱根本就不够，还是要想办法赚钱。哎呀，赚
钱还不简单？那只笨鸟不是说了吗？北山公园老槐树下埋着一个古董。我听公园里那些老头老太太聊天说过，古董都老值钱了。咱们明天去把古董挖出来，一定能卖好多钱。对啊，我怎么把这个事儿忘了？事不宜迟，咱们现在就去。啊？现在天都黑了呀！笨蛋主人，我想睡觉了。丧彪，天黑了才好办事，闷烧才能发大财。走。这北山公园这么大，哪一棵才是翠果树的老槐树？啊，你好，请问你知道公园里那棵很大的老槐树在哪个方位吗？很大的老槐树啊！你顺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，然后转到假山后面就能看到了。小姑娘，这天马上就黑下来了，你去那儿干嘛？那儿有一条流浪狗，个子可大了。我们平时遛弯都绕着走，你可小心点。好，我会小心的，谢谢你。没事。嘿，原来是大耳朵驴。主人，你不用怕它，那家伙是我的手下败将，我会保护你的。真的吗，丧彪？你这么厉害？我丧彪从不骗人。嘿，大耳朵驴，别睡了，小爷我来了。做个梦啊！怎么会梦到丧彪那家伙？还叫我外号，老子明明叫熊大。要不是因为打不过他，我也不至于跑到这鸟不拉屎地方打地盘，狗剩艰难呢。大耳朵驴，醒醒！切，丧彪，你咋来了？你好呀，熊大。竟然还有讨厌的两脚兽！嘿，大耳朵驴，你吼谁呢？这是我主人，皮又痒的是吧？别，我错了，这么长时间不见，还是这么凶。熊大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，可以吗？听说这棵老槐树下埋着一个铁盒子，我想把它挖出来，可以吗？作为交换，我给你好吃的火腿肠和罐头。可以，你挖，还是肉香啊，比我在垃圾桶里翻到的剩饭好吃100倍。给我留点儿，我也想吃。这棵老槐树这么大，翠果树的铁盒子到底埋在哪里呢？这槐树下面范围也太大了吧，什么都看不出来。你可以帮我把它挖出来吗，熊大？没问题，我可以帮你。真的？太好了，谢谢你。不过你得带着我实在不想努力了，求收留，求包养。大耳朵驴，你敢抢我主人，我挠死你！丧彪，你别激动啊，现在我也算有点小钱，再养一只熊大也是养得起的。熊大，你可以跟我一起回家，只不过我家里有点小，你只能暂时住在阳台了。没问题，有地方睡就行了，我这就去给你挖盒子。这盒子看起来埋的时间确实挺久的，这锁都生锈了。这不就是一截普通的木头吗？没什么特别的。真的是古董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好吧，我先把它拿回家吧。对了，熊大，你愿意跟我们一起回家吗？愿意。走，咱们回家。这怎么看都只是一块旧木头啊，是有点香味儿，但是也不浓。翠果说这是古董，可是古董不应该是瓷器和字画那些吗？这网上说这是什么沉香木，好的沉香木能卖500多万呢，我得赶紧去找个古玩店问问。丧彪、熊大，我一会儿要出门一趟，你们乖乖在家待着，不许乱跑哦。放心吧，有本大王在，这个家乱不了。主人放心，我会听表姐的话的。好。这个瓶子看着不错。打扰一下，赵老板，你看这个值钱吗？我看一下啊，这是上好的南海沉香料，看这油线走向和木质年份，
恐怕有些年头了。我还以为是什么好东西呢，原来是块烂木头啊！小姑娘，这古玩店可不是什么收破烂的地方啊。不像是紫檀，也不像是黄花梨。小姑娘，你这是上当受骗了吧？从哪儿淘的破木头？果然是一群不识货的，连这顶级的水沉老料都认不出来。这小姑娘看着年纪轻轻，怕是也不懂这沉香的价值，正好让我捡个大漏。哎呀，小姑娘，你这木头确实有点年头，但油性不足，质地也一般呢，表面还有开裂，在古玩行里这是上不了台面的。啊，原来真的不是古董。不过呢，我看你一个小姑娘也不容易，这木头虽然不值钱，但是店里正好缺一块垫桌子的木料。这样吧，我出500块，就当结个善缘，你也没白跑一趟，怎么样？算了，老板，既然不值什么钱，这个我就不卖了。哎，小姑娘，你再想想，这500块也是钱呐，留着这块木头也没什么用。这样，我出800总行了吧？这是最高价了。算了吧，我家宠物喜欢这个木头的味道，我还是留着给它当磨牙玩具玩吧，反正也不值钱嘛。哎，小姑娘，你这就有点不听劝了。我这是为你好，你留着这木头有什么用啊？1000，最后一口价了，卖了你就赚了。哎，老赵，一块垫桌脚的破木头，你咋还抢上了？哎呀，这不是看她一个小姑娘不容易吗？我就加点价。小姑娘，1000块钱真不少了。这么一会儿，这个老板就加价了3次，这块木头一定很值钱，我可不能上当了。姑娘，你手里的那块南海沉香是打算出售吗？卖给我怎么样？我愿意出500万。啊，500万？对，若是上好的南海沉香，我还可以再加100万。老先生，你是不是看错了呀？赵老板说这就是一块普通的木头，不值钱的。普通木头？哼，姑娘，你恐怕是遇上识货的黑心老板了。姑娘，你这块沉香能否先借我鉴赏一下？若是我老眼昏花看错了，我愿意出100万买下，向你赔罪。好，我可以给你。嘿，好料，真是难得一见的好料啊！油脂丰润，香韵醇厚绵长，这包浆和这风化纹，至少是明朝以前的老物。姑娘，你这料子不仅是真品，而且还是南海沉香中的上品，莺歌绿旗南。刚才我说500万是低估了，这块沉香木我愿意出1000万。多少？1000万？姑娘，你要是觉得这价格低我还可以再添100万，凑足1100万。这价在市面上绝对公道，你就是拿到拍卖行也很难超过这个数。我是真心想收藏此物的。不是，老先生，我不是嫌少，我是被吓到了，不用再加了，1000万就够了。好，既然姑娘这么爽快，老头子我也不便推脱，咱们就按1000万。来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日后有任何事情都可前往李氏拍卖行寻我。现在我来为林姑娘讨个公道。好你个老赵，心也太黑了吧！这1000万的宝贝，你想用1000块就骗走？真是缺了大德了，欺负人家小姑娘不懂行是吧？就是，真是黑点，以后再也不来了，店大欺客呀！等等，不对，这是你们给我做的局。大家伙想想，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儿？我刚说这是一块烂木头，这老头就冲进来说值1000万。我看他们就是一伙的，想用这种手段坑我，让我以为这是什么好东西，想让我出高价买下这块烂木头。你说你出1000万，空口白牙，谁不会说呀？有本事你给他转！转就转，我还怕你不成？哎呀，昨天刚收了一个明清瓷器，这个账户上的钱用的差不多了。
哟，转不出去了吧？还说不是骗子，装不下去了。到账750万元。李姑娘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这个账户上就剩下750万，我先转给你，剩下250万余款，我已经打电话了，我孙女正在路上，就在附近，马上就来。哦，好。我爷爷是李氏拍卖行的行长，在古玩界都混迹了几十年了，还不至于为了坑你一个小老板就上演这么一出戏。倒是你，赵老板，欺人年轻，昧心压价。今天我就把话放到这儿，你要是不跟林小姐道歉，你这店也别想开了。对不住，林小姐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是我鬼迷心窍，我不该骗你，求您大人有大量，你饶我一次吧。赵老板，以后做生意还是诚信为本吧。是，我以后一定诚信经营，童叟无欺。林小姐，好久不见。如雪，你认识林姑娘？何止是认识啊，爷爷，阿舍就是林小姐给我救回来的。哦，林小姐，我爷爷买的是你的东西吗？那我现在就把尾款转给你。如雪，尾款是250万，你多转了50万。没转多，那50万是定金。另外，我还有个特别重要的事情，想请你帮忙。什么事情？就是我闺蜜顾心怡，她下周就要订婚了，可是他们家宠物哈哈最近特别反常，突然就绝食了，而且还对着她的未婚夫不停的狂吠。心怡怕哈哈得了狂犬病，就带哈哈去宠物医院去进行检查，可是检查结果出来，发现哈哈没有任何健康问题，身体健康却突然绝食，确实有点反常。不过李小姐，我恐怕不能跟着你去就诊了。为什么呀？是因为诊费太低了吗？不是，是我计划开设一家流浪动物收容所，这段时间想专心准备考兽医资格证呢。林小姐，你想开一家流浪宠物收容所，那么宠物医疗这方面你打算怎么解决？请兽医可是费用挺高的。这个还没想好，确实是个问题。这不巧了吗？心怡他们家正好经营的就有宠物医疗行业，江城规模最大的宠物医院就是他们家开的。如果你愿意救治哈哈的话，李小姐，我保证心怡家的宠物医院可以与收留所进行长期合作关系，而且林小姐，无论结果如何，那50万都是你的看诊费。李小姐，我肯定会尽力救治的，不过不能保证一定能治好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那我现在就跟心怡打电话约个时间。好。好的，李小姐，那我们明天见。主人，你明天要出门吗？对啊，明天我要去李小姐那，她家的宠物哈士奇正在闹绝食呢。哈士奇，我知道那种狗，傻乎乎的，主人带我一起去吧。我也要去，万一有什么危险，本大王可以保护你。你们明天是想出去玩吧？顺便嘛。好吧。李小姐，明天我能带我家猫狗一起去吗？或许他们能帮哈哈缓解情绪呢。当然可以，哈哈最近很孤独，有玩伴说不定能分散他的注意力。那我明天带你们一起去，记住不许捣乱哦。保证听话。心怡，林小姐来了。林小姐，感谢您能前来帮忙。哎，这是你的宠物吗？好可爱啊！这个是丧彪，这只狗是熊大，让他们先和哈哈玩一会儿吧。丧彪，熊大，林小姐给宠物取的名字还挺特别的哈。快请坐。兄弟，你怎么蔫了吧唧的？不想吃，不想动，主人马上就要嫁给坏人了，我的心好痛。什么坏人？你是说你主人的未婚夫？就是那个陈凤，他表面上对我很好，不停地给我买零食玩具，但是我能感觉到他不是真心喜欢我。就这，或许他不喜欢动物吧？他还不忠诚，他背着主人偷吃。我闻到了，他身上有其他女人的味道，而且还不止一个。他以为喷香水就能盖住，和我鼻子灵着呢。出轨，这可是大事
林小姐，哈哈，他到底生了什么病啊？顾小姐，哈哈的绝食行为其实是有原因的。现在我让哈哈亲自告诉你吧。哈哈，我帮忙把你想说的话告诉你的主人好吗？好。哈哈，你是不是不同意陈先生和顾小姐订婚啊？左手表示是，右手表示不是。坚决反对主人嫁给那个大猪蹄子。为什么？哈哈，你为什么不同意啊？难道是因为陈先生对你做了不好的事情吗？左手表示不是，右手表示是。这怎么可能？陈峰对哈哈一向十分用心，无论是零食还是玩具，全都是他精心挑选的。每天负责遛狗的人也是他。他假惺惺，表面一套背后一套。顾小姐，我只是负责找出问题所在，信与不信你自行评判。心怡，林小姐是不会骗人的，你先别激动，咱们先弄清楚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哈哈，除了这个原因，还有其他原因吗？左手表示没有，右手表示有。哈哈，你告诉我，其他原因是什么？难道是因为陈先生出轨了吗？左手表示有，右手表示没有。没错，他不忠诚，他不要脸。不，这不可能。心怡，你没事吧？心怡，我给哈哈买了些狗粮。哎，这位就是如雪请来的宠物沟通师，没想到还这么年轻。是啊，林小姐很厉害的。哈哈，来看叔叔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。滚开，离我主人远点儿！休想靠近我主人，你身上的臭味熏死老子了！这怎么回事？熊大，主人，他很危险，他身上有人血的味道。对，他今天身上味道特别可怕，快把他赶出去！顾小姐，哈哈的病情还没有康复，他的情绪不能太激动，可以让陈先生先出去一下吗？陈峰，你先出去一下，哈哈现在看到你就闹。好，那我先去车上等着。死狗，等我跟顾心怡结了婚，立马把你弄死，做成狗肉汤。顾小姐，现在报警吧。啊，出轨，警察应该不管吧？没有这么简单，陈峰身上有大量新鲜人血的味道，可能牵扯到暴力事件，甚至是命案。天啊！好，我报。喂，110吗？我要报案。林小姐，警方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。上周陈峰与情人争执时，不慎将对方推倒，后脑撞击硬物致死。如今，陈峰涉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，已被正式拘捕。林小姐，若非你及时提醒，我现在已经和一个杀人犯结婚了。都过去了，心怡。多亏了林小姐，我才能及时止损。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这份是之前答应过林小姐的，我家宠物医院和您未来的流浪动物收容所的终身战略合作协议。救助所收容的所有动物，在我旗下的任何一家医院就诊，医疗费用全部免费，永久生效。顾小姐，希望以后合作愉快。对了，林小姐，这500万是我的个人感谢费，请你一定收下。那就多谢顾小姐了。心怡，你这手笔够大的。不过我有个惊喜要给林小姐。我爷爷想邀请你去参加李氏3天后的拍卖会，不知道你有时间吗？拍卖会？拍卖会上有几块郊外的地皮，虽然位置偏，但面积很大，价格也合适，非常适合用来建动物收容所。那真是太好了，你帮我提前谢谢你爷爷，这份请柬对我来说真是太及时了。那就预祝林小姐拍卖顺利。好。西薇，拍卖会比较正式，我给你挑一件合适的礼服。这家店啊，我常来，今天我买单，你随便选。如雪，不用你这么破费，我自己买就行了。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，西薇？走吧。李小姐，下午好，这次想看看什么款式的礼服？今天我给我朋友选，
他要去参加拍卖会。小雅，把你们店的新款都拿上来让我看看。这几件款式的礼服啊，特别适合这位小姐温婉的气质。哎，西薇，那件白色挺适合你的。李小姐好眼光，这件衣服啊是昨天刚到的新款，一打领面料，连剪裁啊都特别显气质。88.8万，这也太贵了。西薇，快去试试吧。李小姐，这边请。换好了吗？西薇人呢？林小姐，出来吧。哇，西薇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！哇，西薇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！会不会太隆重了呀？哎呀，隆重什么呀？这穿到你身上，简直就像量身定做的一样。小雅，你去拿一双配套的高跟鞋来。好嘞。就它了，包起来。啊，朱雪，我们能不能歇会儿啊？我太累了。那行，你先在这休息，我去隔壁取件改好的礼服，马上回来。好，我等你。小姐，请喝水。好，谢谢你。你好，能帮我给宠物医院打个电话吗？我的猫不太舒服，我手机也没电了。小姐，商场附近没有宠物医院，最近的也要30分钟才能到呢。喵，难受死老子了！那个庸医给老子吃的什么破药？这位小姐，能让我看看猫吗？我懂一些宠物的急救知识，或许能帮上忙呢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！他叫来财，刚才还好好的，突然就没什么精神，还有点呕吐。他之前是不是生过病啊？吃的什么药？对，他昨天有点拉肚子，然后医生给开了止泻药，我给他喂了一片。那庸医开的药苦的要命，老子现在肚子里跟火烧似的，胀得难受死了。是止泻药过量，来财不舒服是因为药物刺激导致的急性肠胃不适，还伴有腹胀。对了，你有没有带来财常吃的益生菌？没有，我今天出门太匆忙了，什么都没带。店员，麻烦给我一杯常温的清水，然后再拿一个空的纸杯，可以吗？好的，咱们先坐这儿等会儿。来财，再坚持一下。小姐，谢谢你。你先把来财抱稳，我需要给他催吐，让他把过量的药物吐出来。啊，还要进行催吐？小姐，请你相信我，来财的情况现在非常紧急，再拖下去的话会有危险。你扶住他的头，稍微抬高一点。行。该死，好恶心！喵，好多了。好了，来财现在已经吐出来了，不过呢，还得去医院做一个系统的检查，这样才更安心嘛。谢谢，真是太谢谢您了。我叫苏锦，怎么称呼您呢？我叫林希薇。林小姐，您真是太厉害了。我只是碰巧知道怎么处理罢了。林小姐是来买衣服的？对，我是和好朋友一起来的。林小姐，这张卡你拿着，有了它，你在本商场的所有消费都能享受1折优惠。今天多亏你救了来财，这张卡就当做谢礼了。这个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对我来说，它没有来财重要。喵，女人，快拿着呀！老子的命可比这张破卡值钱多了。苏锦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如雪，原来林小姐是你的朋友啊！哦，喜薇，你有救人哦不，救小动物于水火之中了。林小姐，这张卡你就收着吧，它在星河旗下的所有商场都有效。喜薇，这家商场隶属于星河集团，而星河集团是苏锦姐姐的产业，这卡可不是轻易能拿到的。那就多谢苏小姐了。车来了，我还要带来财去趟宠物医院，下次有机会再聊啊。苏锦姐慢走。可以啊，西薇，苏锦姐可是出了名的挑剔，能让她主动给黑卡的人屈指可数。我也只是碰巧知道应急处理办法罢了。那还不是因为咱厉害？有了这张黑卡，店员，
把刚刚试过的衣服都包起来。如雪，别冲动，开玩笑的。小林，今天呀，一共有5块郊外地皮参与拍卖，你可以考虑一下3号地。3号地位于西郊凤凰山脚下，占地面积为15亩，起拍价为320万。其实1号地的位置也挺好的，而且面积也更大，达32亩。1号地之前是一个原生态农场，围栏也保存得比较完好，而且拥有一座可以改造利用的仓库。如果在这里建立流浪动物收容所的话，后期费用可以节省不少呢。不过1号地的起拍价就得700万呢。这1号地啊，确实很好，但1号地是今天的热门，好多房企都盯着呢，竞争肯定会十分激烈。而且我的预算只有800万，肯定拿不下。相比之下，3号地才是目前最适合我的选择。我想竞争一下3号地。李爷爷，你觉得3号地怎么样？3号地的竞争应该不会太激烈，我推测呀，最后的成交价应该在450万到550万之间。爷爷，我刚打听到王金德也看中了3号地，准备在那里建犬类繁殖基地。王金德也看中3号地了，这下麻烦了。如雪，王金德是谁啊？怎么感觉你们好像都不喜欢他？李老，好久不见。王总，真是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西伟，这个王金德经营的那几家宠物繁殖基地，暗地里竟干些虐待动物、近亲繁殖的恶事。之前有好多人都去举报他，可王金德总能提前销毁证据，动物保护组织协会也拿他没办法。跟着这种主人，他一定很痛苦。李老，这位小姐看着很眼生啊。这位是林希薇小姐，我的朋友。小林，这位是王金德王总，今天呀，打算竞拍3号地。王总你好。看来林小姐也想竞拍3号地呀。听我一句劝，别碰3号地，要不然啊，输了尴尬。王总，拍卖会上价高者得，各凭本事就好。行，有骨气。王金德，你想干什么？哇，梁教授，我也不想对你吼，但是不听话我就会挨打，对不起啊。黑豹，安静点儿。林小姐，没有吓到你吧？你看看这狗啊，也知道看人下菜碟。林小姐，听我一句劝，别碰3号地，免得拍不到丢人。王总，拍卖场上公平竞争，说这些没有什么意义。喂，住手！跟着这种人，你一定很痛苦吧？求求你，救救我！你敢违抗我的命令，我打死你！王金德，这里是李氏拍卖行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，给我住手！李老，我就给你一个面子。哼，林小姐，咱们拍卖场上见真章。王金德，看你的狗干的好事儿，刚在走廊里，你的杜宾忽然大声犬吠，把我家糖糖吓坏了。陈夫人，我不是故意的，这都是误会。如雪，王金德似乎很害怕这位老夫人。这位是陈丽琴，是陈家的老夫人。陈家在江城是数1数2的房地产巨头，位列1等势力，所以王金德才如此惧怕得罪他。糖糖呢，是陈老夫人养了3年的西施犬，陈老夫人很喜欢它，平时都把它带在身边。王金德，我家糖糖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跟你没完。陈老夫人，都是这畜生不懂事儿，我把它交给您处置，要打要罚随便你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把宠物当作推卸责任的替罪羊，你这种人不配养宠物。算了，我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，我家糖糖一向胆小，容易受激，也不能全怪这只杜宾犬。以后看好你的狗，别让它在公共场合这么大叫了。是，我回去以后一定好好管教它，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种事了。糖糖乖，不怕，奶奶在啊。奶奶，糖糖好难受。糖糖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奶奶啊！喉咙有东西被堵住了。奶奶，糖糖喘不过气来了。糟了，糖糖可能是气管被异物堵塞住了，需要立刻进行救治。李爷爷，你这里有宠物急救的药箱吗？有，我现在就去拿。王金德，糖糖
有事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陈老夫人，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我呀，都怪他。要不是他惹我生气，我也不会让黑豹吼叫，他也得负责任。王清德，你要不要脸啊？分明是你故意使狗乱叫，吓到了糖糖，怎么能怨林小姐呢？够了！要是我的糖糖有个3长2短，你们一个都跑不了。陈老夫人，请等一下，让开！我要带糖糖去医院。糖糖现在气管被异物堵住了，需要立刻进行救治。再拖下去，糖糖在送医前就会因窒息而丧命。什么？那现在怎么办？估计是糖糖受惊时把口中或者周围的小物件吸进了气管里，必须要立刻把它取出来，不然会十分的危险。你凭什么这么判断？你是兽医，你有行医资格证吗？陈老夫人，请您相信我，我有把握把糖糖救好。小林，急救箱我拿过来了。陈老夫人，请您相信我。那我相信你一次。倘若糖糖有事，糖糖不会有事。不过我说把糖糖救好，王金德必须把黑豹转让给我。凭什么？你这是趁火打劫！一个将责任推卸给宠物的人，不配有宠物。王金德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赶紧答应他呀！行，你救活了就把黑豹给你。救救我！糖糖别害怕，很快就好了。切，最好救不活。王清德，你再说一句，我让保安把你赶出去。家出来了。啊，终于活过来了！我的宝贝啊，你吓死奶奶了！铃铛堵在了气管最窄的位置，再迟2分钟可就完了。老夫人，你以后给糖糖买玩具时，尽量避免带有那些小物件的款式。好，我记住了。漂亮姐姐，谢谢你救了我。太好了，糖糖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姑娘啊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林希薇，是一名宠物沟通师。林希薇，这名字真好听。王金德，你现在就把黑豹交给林小姐，还有黑豹的转让手续要今天办完，在拍卖会结束后一并交给林小姐。从此黑豹就是林小姐的宠物了。好，给你。黑豹，以后不会再有人伤害你了。哦，谢谢你。各位贵宾，拍卖会将在10分钟后开始。凤凰山西郊3号地，占地15亩，起拍价320万，每次报价不得低于20万。竞拍开始。340万，360万，380万。哼，500万，520万，600万。林小姐不跟了吗？希薇，王金德这是在故意抬价。3号地对我来说是目前最合适的，我想再试一下。620万，650万。13号先生报价650万，还有比这更高的报价吗？林希薇，今天我把话撂着，这3号地你别想拿到。希薇，别冲动，这个价格已经超过3号地本身的价格了。放心吧，我心中有数。700万。8号小姐报价700万，13号先生还要加价吗？750万。13号先生报价750万，8号小姐您还要继续加价吗？希薇，别再加了，这已经超过我们的预算了。800万。800万。3号地虽然位置可以，但800万也太贵了。确实，而且3号地周边啥也没有，这个价格确实不划算啊。800万，这真是一个令人惊叹的价格。13号先生，您还要继续加价吗？林希薇，你是不是有毛病啊？花800万买这么一块破地？你管我花多少钱？今天这3号地，我林希薇要定了。完了，希薇肯定是被王金德气昏头了。800万第一次，800万第二次。我出900万。哼，林希薇，没钱了吧？我早就告诉过你，别跟我争。1000万。老板，别冲动。1200万。1200万。13号先生报价1200万，还有比这更高的报价吗？1200万第一次，1200万第二次，1200万第三次，成交！恭喜这位先生成功竞得3号地。林希薇，你输了。
恭喜王总以1200万的价格拍下3号地。不对，你傻我，你根本就没想买这块地。王总这话就说错了，我这财力确实是不如王总，实力也不足，实在是羡慕呀。王总竟然以1200万的价格拍下这块仅只值600万的郊区地皮，佩服至极。西薇，你刚才吓死我了。我都说了嘛，我心里有数。林希薇，你这个贱人，我弄死你！王金刚，你想干什么？陈老夫人，李老，我跟林小姐开玩笑呢。怎么回事啊？陈老夫人，刚刚王金德故意跟西薇抬价，结果西薇都出到1000万了，他还不罢休，非要加到1200万。现在觉得自己花了冤枉钱，就恼羞成怒，还动手打人呢。拍卖场上愿赌服输，王总难道这点气度都没有吗？林希薇，算你狠。无论如何，今天也是我赢了。你想建流浪动物收容所，做梦去吧！没实力就别来拍卖会。林小姐，多亏你救了糖糖，刚才糖糖已经缓过来了，现在活蹦乱跳的。糖糖平安无事就好。3号地被王金德拍下了，小莲不妨考虑一下1号地。1号地对我来说目前预算不足，不过没关系，正好我的兽医资格证还没考下来呢，等证书考下来之后，再慢慢寻找合适的地点也来得及。这3号地那么小，能建什么呢？不要也罢，不过是一块地嘛，小事一桩。老夫人，您的意思是？接下来是今日的压轴拍品——凤凰山东郊1号地块。该地块占地32亩，其前身为一处原生态农场，现仍保留好完整的围栏和仓库，并附带果园，起拍价700万元。800万，900万。希薇啊，你救了糖糖，我还没好好谢你。这1号地我拍下来送你。这块地占地面积32亩，水电网络设施齐全，附加2亩成熟的果园，条件还很不错。希薇啊，你救了糖糖，我还没好好谢你。这1号地我拍下来送你。老夫人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糖糖是我的心头肉，别说1块地了，就是送你10块地我也愿意。1500万。6号贵宾报价1500万，还有比这更高的报价吗？是陈老夫人，算了，陈老夫人都开口了，咱们还是别自不量力了。1500万第1次，1500万第2次，1500万第3次，成交！恭喜6号贵宾拍得1号地块。希薇啊，从现在起，这1号地啊就归你了。希薇，太好了，你终于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了。老夫人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小莲啊，陈老夫人一番美意，你就收下吧。老夫人，谢谢您。林小姐，这是黑豹的转让合同，王总已经掐好字了。谢谢。黑豹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欺负你了。谢谢主人。这是1号地的资料，你签个字，后续我会让律师把手续办好，你就不用操心了。陈老夫人，谢谢您。安然姐姐，糖糖，安然姐姐，这个送给你，谢谢你救了我。看来糖糖是想把小背包送给你啊。没错，感恩安然姐姐。糖糖，陈老夫人已经送给我礼物了，我不能再收你的了。安然姐姐收下嘛，这里面我藏的宝贝特别值钱。你就收下吧，这是糖糖的心意。那就谢谢糖糖的礼物啦。陈老夫人、李爷爷、如雪，时间不早了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。黑豹，走，咱们回家。哇，回家。桑彪、熊大，这是黑豹，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，你们要好好相处哦。主人，你居然有了新狗子，你是不是有了它就不要我了？主人，他们是不是不喜欢我？一身绿茶的味道，绿茶狗，我告诉你，主人最宠爱的可是我。好啦，别闹了，以后都是一家人了，你们好好相处，我去给你们准备晚饭。
听着，既然主人决定养你了，今后你就是我们的一员啦。跟着主人，保证你天天都有好吃的。只要你不跟我抢主人的宠爱，以后你就是我最好的兄弟。要是有人欺负你，你跟我说，我帮你咬他。谢谢你们愿意接纳我，以后请多指教。晚饭好了，吃吧。行了，别矫情了，吃饭去。我有点困了，你们好好吃饭，我先回去睡觉了。主人晚安。晚安。对了，糖糖送我的小背包还没打开看呢。这个包装里面该不会藏的是钻石吧？这是翡翠，还是满绿的。天哪，这种颜色和透度，该不会是传说中的帝王绿吧？我之前只在杂志上见过，光是一颗小界面就价值100万呢。糖糖说的果然没错，这个确实特别值钱。不行，这个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陈奶奶可能都不知道，糖糖的背包里装的是翡翠戒指。陈奶奶，糖糖的小背包里有一盒翡翠首饰，这太贵重了，我明天给您送回去。西薇啊，这套翡翠首饰是糖糖特意送给你的谢礼，你可千万别说还回来这样的话，否则糖糖该伤心了。大人姐姐，我是糖糖，不许还。看来陈奶奶早就知道了。这么贵重的翡翠戒指，我得找个安全的地方放起来。一晚上老是梦到有人来偷翡翠，根本就睡不踏实嘛。凌晨3点紧急下单了保险柜，光配送费就花了500块。唉，不过也算花钱买个心安吧。哎呀，现在我也算是个小富婆了。啊，冷静，林希薇，你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考下兽医资格证。等兽医资格证考下来，收容所就能正式动工了。流浪的小家伙们，你们再等等我。王总，已经查清楚了，林希薇报名参加了今年的全国职业兽医资格考试，考试时间是在1周后，考试地点是在江城市职业资格认证中心。我让你办的事情怎么样了？按您的吩咐，已经买通了这次考试的主考官，对方答应了，只要200万就可以让林希薇这次考试失败。告诉他干得不错，只要林希薇考试失败，封口费翻倍。是。陈家那老东西送他一块地又怎么样？没有兽医资格证，我倒要瞧瞧他那个破收容所怎么开得起来。只要林希薇敢开业，我马上就去举报他无证行医，非法经营动物收容所，让他去牢里蹲个几年，我看他怎么嚣张。王总英明。那黑豹那边，一只不听话的畜生，等我搞垮林希薇，再慢慢收拾那只狗。对了，找几个人盯着林希薇，这几天别让他太好过。属下明白。林希薇，敢得罪我，我玩死你！李爷爷，晚上好。小林啊，没打扰你复习吧？没有，李爷爷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吗？确实有件事想拜托你。我有一位老朋友，江城市首富陆振廷，他养的一匹纯血赛马最近状态很不对劲，请了好几位顶尖的马医来看，检查做了一堆，都说身体指标正常，可马日渐消瘦，比赛更是完全没法参加了。连专业马医都查不出原因？对，我曾和陆振廷说过，你救了糖糖和阿舍的事儿，他便想请你去帮忙瞧瞧。李爷爷，我明天可以过去看看，
但是我不能保证一定能解决问题。好，明天上午10点，我让如雪去接你，她认识路。好，李爷爷，我明天准时过去。主人，你要去给赛马看病，那玩意儿可值钱了。对呀，如果能帮上忙，也许以后的路会好走很多。赛马？我还没见过赛马呢，带我去，带我去！我倒是见过几次赛马，那种大个子生物脑子简单的很。主人，带我们一起去吧，说不定能帮上忙。好，那我们明天一起去。西伟，追风曾经救过陆叔叔，所以啊，陆叔叔特别着急他生病，这次就靠你了。我会尽力的。陆叔叔，这位就是林希薇，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宠物沟通师。陆先生，您好。如雪，林小姐，劳烦你们跑一趟啊，追风就在里面，我这就带你们进去看看啊。哎，这是我儿子子轩的车，他怎么来了呀？爸，这几位是？这位是林希薇小姐，是你李叔介绍过来的宠物沟通师，帮忙来看一看追风的情况。宠物沟通师？爸，你还真信这山沟子里有什么宠物沟通师啊？不过都是些江湖骗子罢了。这是我从德国请来的汉斯先生，他是曾经在国际赛马医疗协会的资深专家，曾为3届赛马冠军进行过治疗。陆先生，我仔细查阅过追风的所有医疗记录，根据我的经验，他极有可能是心理性厌食症，需要进行行为干预，并配合药物治疗呀。爸，看到了吗？这才是专家呢。你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山村野丫头，带着几只野猫野狗，也敢来给追风看病，怕不是想借着医疗事故来讹上我们陆家吧？赛马领域是专业领域，宠物沟通师，这位小姐是在演童话故事吧？啊，哈哈哈哈哈！两个蠢货，敢看不起本大王的主人，信不信我挠花你们的脸？你这只野猫从哪放出来的？管家，快把野猫给我拿走！桑彪，回来！怂包！哼！陆先生，既然陆公子已经找到了专业的人，那我们就不奉陪了。哎，西薇，别走！陆子轩，你太过分了吧！西薇是一个很出色的宠物沟通家，他真的能和宠物交流的。我们家阿舍就是西薇救的，还有陈老夫人的糖糖也是西薇救的。能跟宠物对话，我还能飞上天呢！你够了，陆子轩，你给我住口！他是我邀请来的客人，哪轮到你在这指手画脚啊？给林小姐道歉。爸，道歉。对不起。抱歉啊，林小姐，教子无方，我这就带您进去啊，看看追风。若能发现问题，我陆振廷必重谢。我可以去，不过我要我的宠物们都陪着我。当然，汉斯先生，你等会儿可得拿出真才实学啊！我要当众拆穿他是个骗子。放心吧，科学自然会证明一切的。哼。走，我不进马厩。追风今天怎么样？陆先生，追风今天依旧只喝了点水，草料一口没吃，仍旧不肯进马厩。桑彪，你怎么了？这里的气味真难闻，主人，咱们看完就赶快回家吧。奇怪的味道。对，表姐说的对。奇怪的味道，我怎么闻不到呀？主人，好像是化学品的味道很浓。哎呀，林小姐，汉斯博士，追风就麻烦你们了。心率正常，体温也在标准范围内。陆先生，从生理指标来看，追风确实没有任何问题。正如我之前判断的，他的问题出在心理层面。你才有病，小爷我根本没病，不进马就是因为那个地方不能进。陆先生，我建议使用镇静剂，并配合心理脱敏疗法。陆先生，追风没有生病，他只是在害怕。害怕？林小姐，我们追风啊，可是3年的赛马冠军，连起跑枪声都不怕。你说他害怕自己的马厩？追风，我是来帮你的，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想进马厩吗？你能听懂我说话？追风，你不进马厩是因为马厩让你感到害怕，对吗？不是马厩，是马厩地下有东西，我睡在上面头疼喘不过气。主人，这下面有东西，
化学品的气味就是从这儿传出来的。主人，确实有一股腐臭的油味儿。这马厩下面绝对埋了不该埋的东西。陆先生，马厩地下埋了东西，那东西让追风感到头疼，喘不过气，所以他才不肯进去。林小姐说谎也得讲逻辑。马场建成3年了，如果地下有东西，早被发现了。林小姐，你这种说法简直太荒谬了，不会有人相信的。立刻联系工程队，让他们带最先进的地质探测设备过来。我要知道这下面到底有什么。是，先生。爸，你真信他的鬼话？汉斯博士都已经说了，追风是心理问题。子轩，如果地下真有东西，林小姐此举不仅救了追风，也是在救我们。爸，林小姐，若地下真有问题，我陆振廷必有重谢。爸，这都等多久了？1个多小时了，我感觉他就在故弄玄虚啊！安静等着。先生，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。说，马厩下方3米处埋着3个大型废弃油罐，其中1个油罐已经严重腐蚀，而且发生泄漏，内含苯、甲苯等有毒挥发物，泄漏时间已达3个月以上。Oh my god！ 甲苯、2甲苯对神经中枢系统具有毒性，动物长期吸入的话，会出现厌食、焦虑、呼吸困难等症状。原来追风真的没有生病，是我误解了。动物的嗅觉比人类的连绵几10倍，所以啊，追风比我们早发现。先生，报告上还说，这种有毒挥发物质如果长期吸入的话，不仅对动物会产生影响，就连人体也会有致癌风险。致癌？爸，那我和您经常去那马厩旁喝茶，那岂不是……林小姐，大恩不言谢。哎呀，我陆振廷欠你一个人情，若日后有什么困难，尽管开口。这是5000万，是你救追风的报酬，希望林小姐一定要收下。林小姐，对不起。林小姐，对不起，之前是我失礼了。不必如此，不必如此，我也只是做了我该做的，只要能帮到追风就好。林小姐，听说你有意搭建一个动物收留所，我可以帮你搭建一个动物收留所。那就多谢小陆先生了。算你还有点良心，勉强原谅你之前的无礼了。林小姐，这太不可思议了，没有靠任何设备，仅依靠动物的反应就找到了深层土壤的污染源，这根本不是科学能够解释的。你是不是找到了和动物交流信息的方法？请务必要我跟随您学习，我愿意支付任何费用。汉斯博士，我只是比较擅长观察动物的细微的那些危险行为，只是凭直觉和经验判断的，恐怕没有办法系统的向您授课。我不能直接告诉你，我能听懂动物们说话吧？是啊，汉斯博士，西维都说了，这是天赋嘛，天赋你懂的，学不来嘛。哎呀，这简直是太遗憾了。林小姐，这是我的联系方式，如果未来研究有需要合作的话，请您务必和我联系。好，陆先生，既然追风的问题已经解决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林小姐，这钱啊，你一定要收下。傻丫头，收下吧。那就多谢陆先生了。就这个女的，看着挺老实啊，怎么会得罪王金德那个狠角色？谁知道呢？王金德那人心眼比针尖还小，指不定是这女的无意中得罪了他。咱们就别管那么多了。王金德的助理说了，只需吓唬吓唬他，让他这几天不好受就行。也是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。王金德打算给多少钱？嘿，一人5000，事成后再给5000。才1万，还不够塞牙缝呢。光头，你看到那条黑狗了吗？看见了，咋了？我在狗市混过，那可是纯种毒鳖，价值至少20万。20万，一条狗能值20万？你没看错吧？我当然没看错，要是卖给那些地下厂子，还能翻倍呢。可王金德说只找那女的麻烦，没让偷狗啊。你傻啊！咱们把狗偷了，卖掉，赚的钱不比那1万多。王金德那边，咱们随便应付一下不就得了？那咱们怎么偷？这狗看着挺凶的。再凶的狗啊，也怕药。我去弄点麻醉针，等夜深人静，咱们摸进去，把狗弄晕带走，顺便把它夹杂了。行，听你的。干完这一票，咱也能潇洒几个月。
不行，今天得早点睡，明天还要去图书馆查资料呢。主人，快去睡吧，本大王替你守夜。那我去休息了，你们别闹太晚哦。黑豹，你刚刚听到了什么？有2个人在门口转悠很久了，气味很陌生。我也闻到了，是坏人的味道。哼，让本大王看看。果然有鬼鬼祟祟的家伙。黑豹，熊大，准备战斗，敢来咱们家捣乱，咬死他们！小心，他们好像要进来了。黑豹，你藏到门后去。熊大，你到阳台那边，我来指挥。明白。收到。客厅没人，卧室门关着，那女的应该睡了吧？狗在阳台那边，走。狗呢？哎，在门后边。我摁住他了，用麻醉针扎他。我来。我来。什么东西绊我？蠢货！我操！怎么又来了一只猫？松开！真的掉地上了。看我的！这下没了。大半夜的怎么这么吵？啊！你们是谁？在我家干什么？完了，这下彻底栽了。林小姐，那2个人已经交代了，知道你们家的杜宾价值不菲，意图偷走贩卖。目前2个人已经被刑拘了，入室盗窃未遂，够他们蹲几年了。听说那几个人好像伤挺严重的。你不用担心，你那3只宠物啊，属于正当防卫，没事的。那就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但是林小姐还是要注意防盗意识，锁好门窗。在这里签一个字就可以走了，后续有什么进展我们会及时通知你。西薇，你没事吧？吓死我了！我没事，我发现的时候，黑豹已经将那2个小偷给制服了。吴警官说他们属于入室盗窃未遂，已经在服役了。西薇，哪有什么小偷，都是那个王金德搞的鬼。还记得他那个助理吗？上一次我亲眼见到他找了2个小混混。王金德？对，就是他。上一次在拍卖会的时候，你让他丢那么大脸，像他这种小心眼的人，肯定对你怀恨在心。西薇，王金德这人阴险狡诈，他这次没得手，可能下次还会对你有伤害，你可得小心点。我会小心的。不过我有点担心，他们会在我下周考试的时候动手脚。西薇，你放心吧，我打听过了，这次的考试啊，动物协会的江会长要亲自巡考，你就放心去考好了。江会长这人啊，特别正直。江会长亲自去？对，江会长亲自坐镇，我就不信那个王金德会搞什么小动作。好，如雪，谢谢你们。谢什么啊，咱俩可是好朋友。走，我带你去逛街，散散心。听说今年的主考官特别严格，去年的通过率只有13%。可不是嘛，我去年就被刷下来了，今年2战了。希望今天一切顺利。请出示准考证和身份证，将手机关机后放入寄存柜。林希薇，考场在303，请进。谢谢。我是本次考试的主考官孙建明，考试规则我就不再重复了，我只强调一点，任何作弊行为一经发现，立刻取消考试资格，3年内不能再考。开始分发试卷。考试时长3个小时，现在开始答题。这些题比我想象的简单，复习资料里都覆盖到了。答得这么快，看来这林希薇确实有些本事。不过谁叫你得罪王总呢？你今天注定无法通过考试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开场机会动手了。孙考官，我要提前交卷。现在才过去1个小时，你确定现在要交卷？确定，我已经答完题了。本来以为这个林希薇有些真本事，搞了半天连3个小时的理论考试都撑不过去。哼，
这答案比标准答案还全面。理论考试动不了你，那就等实践考试。林希薇，我有的是法子让你违规。患者当前最主要的症状不适，如突发胸痛2小时。祈求上天庇佑，实践考试可千万别抽到急诊病历啊！我也不想抽到急诊病历，一紧张就忘得一干二净。患者当前最主要的症状不适。胖墩儿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妈妈！我肚子好痛，我是不是快要死了？你怎么了？哎呀，这科技是不是癫痫犯了？频繁呕吐、腹痛、快速虚弱，符合食物中毒的症状。女士，胖墩今天都吃了什么东西啊？食物中毒？可我今天只给他吃了狗粮，没给他吃别的呀。对不起，主人，我今天早上不该偷吃桌子上的紫色果子。紫色果子？胖墩是不是偷吃了葡萄呀？葡萄？我早上的确买了葡萄放在桌子上，难道他偷吃了？等等，葡萄？宠物吃了葡萄会中毒吗？我怎么没听说过？好像是这样的，但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。葡萄会导致狗狗肾损伤，严重时可能引发急性肾衰竭。急性肾衰竭？那我赶紧送胖墩去医院。可是这里离最近的宠物医院开车也要半个小时。女士，葡萄中毒的黄金处理时间很短，现在得马上给胖墩催吐，等送到医院可能就来不及了。可是现在也没有药啊。我有相关经验，能帮胖墩催吐。这位小姐，你有把握吗？咱们都还没拿到兽医资格证，这万一出了什么事？是啊，催吐操作有风险，要是操作不当的话，还会对宠物造成2次伤害。女士，请你相信我，我有80%的把握。好，姑娘，我相信你，求你救救他。请问你们是有矿泉水吗？我有。同学，你可得想清楚，这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，有我在，胖墩不会出事。坚持一下，吐出来就好了。真的是葡萄，他的判断是对的。谢谢你，我肚子没那么疼了。胖墩的症状暂时缓解了，但是还要再去医院检查一下。谢谢你，姑娘，太好了，太谢谢你了。手法老练，判断准确，这林希薇确实有几分真本事。不过正发愁找不到借口取消你的考试资格，你自己主动送上门来了，怎么回事？考场外吵吵嚷嚷的。我的狗狗刚才因误食葡萄而中了毒，是这位姑娘救了它。哦，呼吸平稳，瞳孔也恢复正常，不错，处理得很专业。以你的能力，通过今天的实验考试绰绰有余。我甚至可以说，你的实操水平已经超过很多持证兽医了。太好了，姑娘，恭喜你啊！厉害啊，还没考试就被考官肯定了。但是林希薇，你犯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。林希薇，你还没有取得兽医资格证，就对动物进行医疗操作，这是典型的无证行医。可是刚才情况那么危急，我要是不救胖墩的话，他就……规矩就是规矩，职业兽医管理办法明确规定，未取得兽医资格证者，不准对动物进行医疗操作。你已经违规了。可是这位姑娘是为了救我的宠物，特殊情况不能通融一下吗？如果人人都以特殊情况为借口违规，那还有规矩干什么？按照以往的处理惯例，无证行医者2年内不得参加兽医资格考试。2年不能参加兽医资格考试，这惩罚也太狠了吧！孙建明考官是出了名的严格，看来今天这位小姐是撞枪口上了。不过鉴于你的出发点是好的，而且也没有造成什么不良后果，我就从轻处罚你，只取消你今年的考试资格。你明年再来参加考试吧。什么？取消考试资格？不行，他是为了我才会。没关系的，女士，我并不后悔救下胖墩儿。我考兽医资格证的初衷就是为了能帮助更多的小动物。如果今天因为怕违规而见死不救，那我考这个证还有什么意义呢？林希薇，你的考试资格已被取消，请离开考场区域。走吧，张女士，胖墩儿还等着去医院呢。太好了，500万到手了。等等。江会长，您怎么来了？听说今天是职业兽医资格考试，我来看看考场秩序。这点小事儿交给我就行了，哪用得着您亲自来呀？
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听到了。你刚刚说考取兽医资格证的初衷是为了救助小动物，说得好。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兽医全都是墨守成规、见死不救的机器，那才真是悲哀呀！江会长，这规矩不能破呀！如果今日为他林希薇开此先例，日后人人都这么干，将考试制度的严肃性置于何地呀？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特殊情况需特殊处理。依据这只宠物狗刚才的状况，等送到医院可能已经来不及了。林希薇的行为属于紧急救治，不属于无证行医的处罚条款。可是江会长，不必说了，我宣布恢复林希薇的考试资格。多谢江会长。太好了，还是江会长明事理啊。孙主任，你刚刚是不是说过，以林希薇的能力，通过实践考试绰绰有余？是，我说过。那就按你说的办。啊！林希薇刚才的急救操作，大家都有目共睹，手法专业娴熟，判断精准无误，处理恰到好处。这难道不算是一场满分的实践考试吗？林小姐，你可以先回去了，等理论考试成绩公布后，直接来领兽医资格证就好。好，谢谢江会长。实践满分又如何？理论考试的分数还在我手里，谁都不能阻止我拿到那500万。大家都散了吧，继续考试。孙主任，你可得好好监考。江会长，您放心，我一定确保考试公平，绝对不让任何违规行为出现。终于批完这摞试卷了。今年有个考生可真厉害，这理论考试考了满分。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考满分的考生呢。这考生叫什么名字啊？叫林希薇。好像那个被江会长点名表扬实践满分的考生也叫这个名字。都这个点了，两位老师辛苦了，你们先去吃饭吧，剩下的我来收尾。这怎么好意思啊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今天正好轮到我值班，你们赶紧去吃饭吧，食堂都快关门了。那就辛苦孙主任了。快去吧。林希薇，林希薇，还真是个难得的人才，可惜呀，谁让你得罪了王总呢？哼！哎呀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那可是500万呢，林希薇，你可别怪我。这份满分答卷，就当从来没存在过吧。住手！你们怎么回来了？孙建明，你为什么要毁掉考生试卷？你这是在犯罪！不是，这是一场误会。误会？林希薇，你不是已经走了吗？我确实是离开了，不过我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，所以我就又回来了。我记得我与孙主任从未见过，你今天不但对我颇为熟悉，还处处针对我，千方百计想要取消我的考试资格。我思来想去，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有人在背后指使你。这样的话，你尚未达到目的，必定不会轻易罢休。所以我请江会长设了个局，果然你露出了马脚。孙建明，人赃俱获，你有什么话想说？江会长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都是那个王金德，是他承诺给我500万，让我设法取消林希薇的考试资格。我这一时糊涂，才……孙建明，你身为主考官，竟收受贿赂，破坏考试公平，知法犯法，罪加一等。江会长，我知道错了，绝对不会再犯了，求你们饶过我这一次吧。哼，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害怕。江会长，孙建明今天能这样对我，此前或许也害过其他考生，希望您能彻查到底，还所有考生一个公道。林小姐放心，此事定会彻查到底，所有涉案人员一个也逃不掉。我相信江会长。通知纪检组立刻对孙建明立案调查，另外联系公安部门，王金德涉嫌贿赂国家公职人员，依法查处，
是，会长。你给我等着！好啊，我等着看你们受到应有的惩罚。孙建明那边还没有消息吗？王总，或许是这次考试还没有结束。等孙建明得手，再派人去那破收容所闹一闹，让他明白得罪我的后果。王总，应该是孙建明来了。王总，你们是什么人？谁让你们进来的？王金德，你涉嫌行贿国家公职人员，教唆他人犯罪，现在依法将你逮捕。你胡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行贿了？你们警察抓人也得讲证据。证据？孙建明已经全交代了，200万的转账记录，以及你助手和他沟通时的录音，证据确凿，带走。喂，如雪。西卫，好消息，王金德已经被警察逮捕了。太好了。哇，主任，王金德那个坏蛋被抓了。黑宝，王金德已经被抓了，以后我们就可以安心生活了。不过，王金德虐待动物、非法繁殖的证据，每次都能提前销毁，不知道这次警察有没有找到。主任，我似乎知道证据藏在哪儿。什么？我被关的犬舍后院有一座假山，假山后面有个地下室，王金德经常进去，里面或许藏有证据。那你知道地下室的钥匙在哪吗？我知道，钥匙埋在假山旁边的土里。主任，我带你去拿。好，咱们现在就去。王金德，看看这些，这些都是你虐待动物、非法繁殖、走私、使用禁药的证据。你们怎么找到那个地下室的？是谁找到的？谁找到的重要吗？重要的是你犯罪事实确凿，这些再加上你之前的行贿罪，数罪并罚，你这辈子都别想出去了。签字。是不是林希薇提供的证据？对不对？等待法律的审判吧。林希薇呀，林希薇，我落到这般田地，都是因为你，都是因为你。你以为把我送进这里，事情就结束了吗？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喂，流浪动物收容所已经竣工了，就等你这位主人入住了。太好了，我的兽医资格证书也拿下来了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开业？刚好这月农历18，宜开业搬迁。成，我这就去安排。对了，收容所还没有名字呢，你想一个？就叫萌宠乐园吧。行，那咱们3天后见。丧彪，我们的收容所建好了。喵，笨蛋主人，你疯了！丧彪，我给收容所取名为萌宠乐园，以后我们就能救助好多小动物了。主人怎么了？主人哭了吗？熊大、黑豹，妈妈告诉你们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！3天之后，我们搬家，我们去萌宠乐园。医疗室设有手术室、X 光机，活动区配有攀爬架、泳池、草坪，宿舍同样是恒温的。这收容所比我预想的还要完善。可是，小动物呢？该去哪里找需要帮助的小家伙们呢？喵，主人，看本大王捡到什么啦？放开我，你这只坏猫！我不好吃的，我太瘦了，肉都是酸的。丧彪，不许欺负小动物。我就是逗它玩玩嘛。把它给我。完了，刚从坏猫嘴里出来，又落到两脚兽手里了。妈妈说过，两脚兽最喜欢吃我们这种细皮嫩肉的小鸟了。别怕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我来给你检查一下。是撞击伤，骨头没事。我先帮你处理一下伤口。咦，这个两脚兽在给我治伤。它好像真的不想吃我。好了，
处理好了，你现在试试能不能飞。两角兽，你为什么不吃我？你可是红隼，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，我要是吃了你，那可就要进监狱了。我们是受保护的动物吗？可是我的许多同伴被你们这些两角兽抓走后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妈妈说他们都被吃掉了。被吃了？你是说有人捕捉你们这些保护动物当野味？就在北边的老林子里，有一些两角兽晚上拿着网和笼子进去，专门抓我们和其他动物。我的翅膀就是在逃跑时撞到树枝弄伤的。那些人是偷猎者，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犯罪，我得报警。喂，吴警官，我是林希薇，我这里有重要线索，关于非法捕猎和贩卖国家保护动物。他是在帮我们，他真是个善良的两角兽。我主人当然是好人，这里就是他专门为没家的小动物建的家。我主人还会看病，可厉害了。看病？那我有很多动物朋友都受伤了，被那些坏两角兽的陷阱弄伤的。我可以带他们来找你的主人吗？当然可以啊，如果有小动物受了伤，你都可以带到这里来，我帮他们治伤。太好了，我这就去把他们叫来。你放心，我们不会白吃白住的，我们会给报酬的。好，我等着你们。看来萌宠乐园的第一批住客马上就要来了。主人，这次本大王可是立了大功，晚上得给我加小鱼干。好，给你加一条最大的鱼竿。王金德，你找我最好是有要紧的事，你不知道自己什么情况吗？这回谁也救不了你。夏立豪，这些年你靠我赚了多少钱，你心里清楚。你也不想我一气之下跟警察谈谈咱们以前的合作吧？你威胁我？话别说的这么难听，咱们这是在谈条件，我只让你帮我做一件事。好，就这一次，做完两清。我要你给我杀了林希薇。林希薇？什么来头？就是个走了狗屎运的臭丫头罢了。不过是救了陈丽琴的狗，才得以攀上陈家。陈丽琴送了块地给他，想来恩情早就还清了。行，我答应你。记住，我要让他死的惨一点。事成之后，你我两清，以后别再找我。林希薇，你终于要死了！你害我坐牢，我就让你下18层地狱！好啦，你脚上的刺不拔出来会发炎的。骚狐狸，肯定是你身上的味儿把我主人熏的。真的是因为我吗？妈妈说过，人类不喜欢狐狸身上的气味。不是，是因为这几天有点凉，我穿的太少了。真的吗，人？你不讨厌我，真好。好啦，已经包扎好了，那边有为你们准备的临时休息处，快去休息吧。忙活了一天，总算把第一批住客都安顿好了。好，主人，我饿了。这天色确实不早了。走，咱们吃饭去。明天就是萌宠乐园的开业仪式了，今晚得早点睡，养足精神。走。今天是我梦想成真的日子，萌宠乐园。这个为所有流浪动物以及所有需要帮助的小生命所打造的家园，今天正式开业了。这个梦想得以成真，离不开在场每一位朋友的帮助。没有你们的帮助和支持，萌宠乐园不可能从图纸变成现实。真的非常感谢你们。喵，主人今天真像个发光体。好孩子，开业大吉！这是我请大师开过光的平安符，把它挂在园区里，能保佑你和孩子们平平安安。谢谢陈奶奶。林小姐，这盒5·1岩茶送给你，闲暇时品一品，也算是种放松。以后有什么需要，随时开口。杜爷爷，您太客气了。希薇，这是我旗下宠物用品店的终身至尊 VIP 卡，今后乐园里所有的物资消耗均可享受终身8折优惠，并且优先配送哦。谢谢心怡姐。好了好了，咱们先进去吧，里面准备了茶点和冷饮，咱们边吃边聊。人不好了，那些抓我们的两角兽又来了。
他们大白天的就敢来偷猎？不对，他们不是来抓我们的。我听见他们说要杀一个叫林希薇的女人。希薇，怎么了？如雪，有一群人冲我来了，他们想要我的命。什么？我这就给吴警官打电话，让他赶过来。吴警官说他今天会来祝贺的，但还要半小时才能到。他们的目标是我，大家先离开吧，别把你们连累了。林小姐，别担心，我带了保镖，他们就在车里。陆总，有歹徒意图行凶，保护好林小姐和在场所有人的安全。是。林希薇，今天就是你的死！陆振廷、陈老夫人、李如雪、王金德不是说他只是个普通人吗？老大，这怎么办？全是咱惹不起的人啊！撤呀，快撤！拦住他们！都是你们逼我的！得罪了这么多大人物，我以后还混个屁啊！倒不如多拉几个垫背的，黄泉路上也不孤单。别冲动，有事好商量。倒不如多拉几个垫背的，黄泉路上也不孤单。别冲动，有事好商量。商量个屁！老子就没打算离开。熊大黑豹，好样的！刺激啊，简直就像在拍电影。希薇，你这两只狗简直神了！熊大黑豹，你们又救了我一命。汪汪，这种小场面不用闭着眼睛都能搞定。汪，保护主人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全部带走。好了好了，危机解除了。今天啊，可是希薇的大喜日子，别让这些倒霉事影响了我们的心情。如雪说的对，咱们进屋开饭吧。今天啊，我要多吃2碗大米饭。